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胃酸。你知道你的胃有多努力吗？为了能让你爽吃，真的是已经燃尽了。但是汉堡、米线、酸辣粉、肉串、鸭脖、小龙虾，每天吃下去的食物怎么分解？这就得靠胃酸。我都吃。一个正常人的胃每天分泌1.5到2.5升胃液， pH 值最低能到0.9，跟实验室里的稀盐酸差不多。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有研究人员把剃须刀片泡在模拟胃液里，24小时之后，刀片质量减少了37%。钢制刀片在胃液里待1天，能被腐蚀掉差不多40%。但你的胃本身也是肉做的，无非就是蛋白质、细胞、血管什么的，跟一块牛排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那为什么这块肉没有被自己的胃液给消化掉呢？这事儿在200年前就有热心群众探索过答案。1750年代，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胃消化食物靠的是物理研磨。然而热心的网友法国人列奥米尔就提出了质疑。这里是广州，这里是清远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，不好意思，串台了。于是乎他设计了一个实验，把生肉塞进一个打满小孔的金属管里，两头封死，然后让一只鹰吞了下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鹰把管子吐出来，管子完好无损，里面的肉却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些黄色液体。列奥米尔由此证明，消化是一个化学过程，而不是物理研磨。但那个黄色液体到底是什么，他也没搞明白。直到后来又来了一个疯狂的人，美国军医伯蒙特。1822年，一个叫圣马丁的加拿大人枪支走火，肚子上被打出了一个洞，一直长不好。伯蒙特突然脑洞大开，这不就是天赐的实验窗口吗？他通过这个胃漏直接提取胃液做实验，一做就是11年。最终他证实胃液是最典型的天然溶剂，连骨头都能溶解，消化就是纯粹的化学过程。但伯蒙特也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这个问题，既然胃液连骨头都能溶解，为什么没把圣马丁的胃也给溶了？答案就藏在胃壁本身。你的胃不是靠硬扛，而是有一套非常精密的防御体系。胃黏膜表面的上皮细胞会持续分泌一层厚约0.5到1毫米的粘液凝胶层。0.5毫米听起来可能还是很敏感，但这层粘液的粘稠度是水的30到260倍，氢离子在里面扩散的速度被大幅拖慢，延长时间了啊，等于是。更绝的是，这层粘液不是死的，上皮细胞会同时分泌碳酸氢根。当胃腔里的氢离子试图穿透粘液层时，碳酸氢根会在中途与其发生中和反应。经过碳酸氢根的一顿捯饬粘液层形成了一个 pH 梯度。靠近胃腔那一侧 pH 值大约2到3，酸性十足，但靠近胃壁细胞那一侧 pH 接近7，基本中性，已经没什么火气了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相当于你穿了一件防护服，外面是强酸世界，贴着皮肤的那一面却风平浪静，而且这件防护服还在不停地往强酸里兑水，旧的被冲走，新的立刻补上，确保不会让胃酸渗透到你的皮肤。即使是有些能力强的氢离子，脾气就这么倔，突破了粘液层，它也进不了胃壁组织，因为胃黏膜上皮细胞之间有一种紧密连接的结构。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，细胞膜之间只有15到20纳米的间距，大约也就是头发丝粗细的5000分之一吧。这种纳米级密封让氢离子几乎不可能从细胞间隙溜过去，同时上皮细胞本身的细胞膜通透性也很差，氢离子想从细胞内部穿过去同样极其困难，两条路都堵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。前面2道机制算是防御塔，防线再严密，日常运转中也难免会有偷塔贼，所以还有高手。胃黏膜上皮细胞每3到5天就完全更新一次。做个对比，你皮肤的更新周期大约28天，就是皮肤上的伤口大约28天可以愈合，而胃的更新速度是它的6倍。研究证明，胃的干细胞每天能产生约200万个新的上皮细胞，即便有些细胞被胃酸误伤了，还没等到伤势扩大，新细胞就已经顶上了。这就好比是你的水晶基地每时每刻都在自动刷新护盾，敌人根本就打不出伤害。此外，前列腺素、表皮生长因子、干细胞生长因子、3叶因子等一系列修复因子也在协同工作，加速微损伤的愈合。胃黏膜下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则源源不断地输送氧气和营养，同时带走代谢废物。正是因为有了这多层防线协同运转，攻守兼备，这才保证了胃不会被自己消化掉。胃既然这么猛，是不是真的就无敌了？当然不是。
胃自身确实是很强，但也不是没有弱点。当防御机制被削弱，胃真的会消化自己，这就是胃溃疡。说白了，胃溃疡不是什么外来入侵，而是胃液已经突破了防线，开始腐蚀自己的胃壁。头号凶手就是幽门螺旋杆菌，它是唯一能在胃酸中存活的细菌，靠分泌尿素酶产生氨来中和周围的酸，给自己造一个碱性的保护罩。然后它在胃黏膜上安营扎寨，释放细胞毒素，破坏粘液屏障。数据显示，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胃溃疡的风险是非感染者的6倍，全球大概有50%的胃溃疡和它直接相关。第二个凶手是非甾体抗炎药，阿司匹林、布洛芬都是这类药。它们通过抑制环氧合酶，减少前列腺素合成，而前列腺素恰恰是维持粘液分泌和黏膜血流的关键保护因子。长期服用此类药物的人，胃溃疡风险会大大增加。第三个凶手是精神压力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：工作一紧张就胃痛，跟人吵完架就没胃口了。这还真不只是被气到了。人在高压状态下，交感神经很兴奋，胃肠血液供应减少，粘液分泌随之下降，保护层变薄，你的胃真的会被压力打败。当然了，能把架吵赢的朋友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哈，就当我没说。说到底，其实你的身体比你更心疼你自己。全球约10%的人一生中会得一次消化性溃疡，而中国城市人群中胃溃疡患病率约8.3%。主要诱因同样也是长期精神紧张、饮食不规律和幽门螺杆菌感染这3大类。回过头来看，胃酸这么强却不消化自己，靠的不是某一种单一机制，而是一套环环相扣、互相协同的防御体系。你的胃并不是不会消化自己，而是一直在阻止消化自己，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，而不是静态的安全。所以在你下次深夜加班碰到胃疼的时候，别光想着吃药，那不是胃在生病，那是你亲手把它的防线一点一点拆掉之后，它终于扛不住了。我太难了。胃黏膜每3到5天就能自我更新一次，只要你停止伤害，它自己就能修好。强者从不畏惧对手的雷霆手段，害怕的恰恰是被猪队友拖了后腿。所以为了你的健康，你的胃它已经够努力了，请你也务必对自己好一些吧。